40年，墨西哥球迷等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足足等了40年。今天晚上在阿兹特克的主场，他们终于把这口气等来了。2-0，干干净净送走厄瓜多尔，晋级16强。这场球到底怎麼踢的？老馬熬夜看完，給你從頭到尾捋一遍。兩支隊先認認墨西哥，這屆世界杯的東道主，主場就擺在這座能裝8萬人的阿茲特克，天時地利人和全占了。對面厄瓜多爾，一支南美硬隊，這回是20年來頭一次踢進世界杯淘汰賽，能來到這兒靠的是小組賽最後一輪，硬生生把德國給掀翻了。所以別看牌面上墨西哥占優，厄瓜多爾真不是好惹的。這場球開賽還有個小插曲，一場雷暴把開球時間往後拖了一會兒，可球一開踢，大夥擔心的厄瓜多爾的那股衝擊力壓根兒沒影兒。從第1分鐘起，場上就是墨西哥一邊倒地占着主動。開場墨西哥就把厄瓜多爾死死按在自己半場，皮球一腳一腳全在墨西哥腳下倒，厄瓜多爾連球都摸不着幾回。頭一個像樣的機會來自墨西哥那個年紀輕輕的中場莫拉，他接了桑切斯一腳傳球，禁區外抬腳就是一記遠射，可惜球稍稍高了那麼一點兒，貼着橫梁飛了出去。雖說沒進，可這一腳也把厄瓜多爾的後防敲得一激靈，麻煩要來了。麻煩第22分鐘就到了，墨西哥左路做球，皮球到了基尼奧內斯腳下，這哥們在禁區左側不慌不忙，稍微調整了一下身體，右腳一兜，一記漂亮的弧線球直掛遠端上角。厄瓜多爾門將看着球劃着弧線鑽進死角，一點辦法都沒有。1-0，這球助攻的是阿爾瓦拉多，一次教科書一樣的傳切配合。阿茲特克8萬人的看台轟一下就炸了，那聲浪能把人抬起來。1-0還沒捂熱乎，第31分鐘第二刀又來了，這回是厄瓜多爾自己送上門的，他們在後場倒腳，一個不留神把球給倒丟了。老將西門內斯眼疾腳快，第一時間就把球捅給了基尼奧內斯，然後自己往前一插。基尼奧內斯心領神會，一腳回敲，皮球又回到了西门內斯脚下，你來我往這麼一個撞牆配合，把厄瓜多爾整條防線全晃開了。西門內斯贏球一腳，2-0，這球乾淨利落，從搶斷到進球也就3-4秒的事兒。半場還沒結束，墨西哥就2球在手，上半场的數據擺出來更嚇人。墨西哥射門10次，厄瓜多爾才3次，射門數是對手的3倍還多，控球場面全是墨西哥的。厄瓜多爾那邊腦袋上像壓了塊石頭。半場哨一響，估計更衣室裡得好好開個會。下半場劇情有點變，領先2球的墨西哥明顯鬆了口氣，不再往上猛壓，改成穩穩當當的控制節奏，就等着把比賽耗完。這麼一讓，球權反倒到了厄瓜多爾腳下。整個下半场，厄瓜多爾的控球率漲到了57%，比墨西哥還高。可控球歸控球，能不能進球是另一碼事。厄瓜多爾全場轟了7腳，射正的就1腳。你就知道墨西哥這防守擺得有多結實，讓你控球，讓你在我門前來回倒，可就是不讓你捅進那要命的一腳。厄瓜多爾全場離進球最近的一下是他們的耶博阿找到一個空當掄了一腳，結果被墨西哥門將蘭赫爾一個魚躍穩穩給沒收了。這場零封守下來，就有了個了不得的記錄。墨西哥這屆世界杯連續4場1個球沒丟，是他們隊史上單屆世界杯最長的一次零封。進攻端有會進球的英雄，後防線一個窟窿都不漏。一支球隊能走多遠，看的就是这個。這場球快結束的時候，還上演了一出這屆世界杯的新鮮事兒。補時階段，厄瓜多爾的後衛因卡皮耶跟一名墨西哥球員起了爭執，倆人你一句我一句。因卡皮耶說話的時候，抬手把嘴給捂上了。就這麼一個小動作，裁判經過視頻回看，直接掏了一張紅牌，把他罰下了場。還記得咱第1期節目講過的那批新規矩嗎？其中就有這麼一條，跟對手起衝突的時候捂着嘴說話直接紅牌。為啥定這麼條規矩？就是防着你捂着嘴罵人說髒話，旁人還看不出來。今天這一條在阿茲特克真就上演了一回，因卡皮耶成了這條新規矩的活教材。當然這時候比分早定了，紅牌不紅牌也改变不了結果。中场哨響，2-0，墨西哥晋级。說到這兒，老馬插一句，你要也是第一次認真看世界杯，想跟着我把這些球場上的門道，这些新規矩一點點整明白，那就順手點個訂閱，別走丟了。世界杯這1個來月，咱天天有球看。行，接着說，現在咱回到開頭那個數字，40年。為啥墨西哥贏一場淘汰賽能讓全國上下這麼激動？
這裡頭有段心酸事兒。墨西哥這隊小組賽年年能出现，可一到淘汰赛就掉链子。从1994年開始，一連7屆世界杯，他們場場都倒在16強這道坎上，一步都邁不過去。輸給過美國，輸給過荷蘭，輸給過巴西，最扎心的是被阿根廷淘汰了整整2回。這道坎兒，墨西哥人自己都給他起了個名兒，叫第5場。啥意思啊？打進16強，再贏一場就是所謂的第5场，就進8强。可這第5场啊，他們等了一屆又一屆，就是夠不着。那上一次墨西哥在淘汰赛裡贏球是啥時候？得一路追到1986年，還是他們自己办的那屆世界杯，還是這座阿茲特克球场。墨西哥2-0贏了保加利亞，闖進8強。那屆世界杯也正是馬拉多納封神的一屆。40年過去，同樣的阿茲特克，同樣的2-0，墨西哥終於又贏下了一場世界杯淘汰賽。你說是巧合也好，是天意也罷，反正壓在墨西哥人心口上40年的那塊石頭，今天晚上總算落地。再回头補一句，这俩功臣，进第1球的基尼奧內斯其實是哥倫比亞人，後來歸化了墨西哥。上賽季在沙特聯賽轟進33個球，壓着 C 羅拿了金靴。本屆世界杯的第1粒進球也是他打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狠角色。进第2球的老將西门內斯故事更重，5年前一次頭部相撞，颅骨骨折，差點沒命。從那以後一直帶着護具踢球，能站在這兒進球，本身就是個奇蹟。這倆人的故事，改天老馬單開一期，好好跟你唠馬單開一期，好好跟你唠，也得說說厄瓜多爾。今天這0-2，輸是輸了，可這支隊值得尊重。他們20年來頭一回踢進淘汰賽，一路能殺到這兒，還先翻過德國，已經寫進了自己的歷史。只不過今天撞上了狀態正勁，又占着主場的墨西哥，奇蹟沒能接着往下寫。踢到這一步，厄瓜多爾也該得到一份掌聲。贏了這場，墨西哥就進了16強，也就是1/8決賽。下一個對手還得看英格蘭和剛果金那場誰贏。要真碰上英格蘭，那可是塊難啃的硬骨頭啊！比賽定在7月5號星期天晚上，地點還是這座阿茲特克，還是自己的主場。剛破了40年魔咒的墨西哥，借着主場這股東風，還能往前衝多遠？值得咱接着盯。墨西哥這場先擱這兒，咱往回瞅一眼。今天這一批淘汰賽可不止阿茲特克這一出好戲，另外2場也都夠劲。先說達拉斯那場，科特迪瓦對挪威，這場才叫跌宕。上半場挪威的努薩先都進一腳弧線球領先，眼瞅着科特迪瓦要被淘汰，人家第74分鐘一錘子扳平，把比賽拖到了悬崖邊上。結果第86分鐘，那個全世界最猛的中锋哈蘭德門前輕輕一蹭絕殺，挪威2-1。哈蘭德這屆3場造了5個球，跟開了掛似的。可憐科特迪瓦，堂堂非洲杯冠軍，第1關就回了家。再說紐約那場，法國3-0瑞典，這場沒啥懸念，姆巴佩一個人梅開2度。法國就是這屆奪冠的頭號大熱，板凳深度厚得嚇人。姆巴佩這2球一進，世界杯生涯進球到了18個，歷史單獨第2，離前頭的梅西就差1個球。這倆人的歷史第1之爭越來越有看头。今天這3场贏家，挪威、法國、墨西哥都進了16強。接下來誰碰誰？挪威的童話，下一站直接撞上5星巴西，就在那座要辦決賽的球場。哈蘭德對桑巴軍團，絕對是最扎眼的一場。法國那邊碰巴拉圭，別看巴拉圭名氣不大，這一輪人家點球做掉了德國，是本輪最大的冷門。奪冠大熱碰上巨人殺手，法國1分都不敢鬆。至於咱墨西哥對英格蘭和剛果金裡出現那個，還是在自己主場。你看，一輪更比一輪凶，好戲才剛開頭。今天這一場，墨西哥用一個40年不遇的2-0，告訴了所有人，东道主是真憋着一股勁兒，想在自己家門口走得遠一點。你覺得墨西哥能借着主場東風，把16強這道坎兒也邁過去嗎？下一輪真碰上英格蘭，你看好誰？評論區跟老馬嘮嘮，覺得老馬講的還有點意思，就點個讚，點個訂閱，回頭16強復盤咱接着聊。我是第1次看球的老馬，咱們下一場見。